一句好久不见，说哭了多少人。嘴上说着再见，可能会永恒不见。这种思念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吧。就像这只云豹，他看到了眼前的那个人之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一样，一头扎入对方怀中，眼里的泪水更是止不住的流。是因为我们只能用短暂的时间去感触那些细小而美妙无比的时刻。那些美妙的瞬间正在一点点地溜走，直到它们飞逝而去。生命中的细小美好会让我们感受到丰盈而充实，就如同坠入到阳光遇到空气的美好中，一切都那么的自然而舒服。风催促着叶子的离去，树其实已经在极力挽留，只不过现实就是那般残酷，四季的轮回又有谁可以抗衡？不管是谁，都要在四季面前俯首称臣吧。在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饲养员不舍得眼前的这些可爱的动物，但是家里有私事，他必须要从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暂时消失一段时间，具体多久他也不清楚，只能在事情完全解决完之后，才可以彻底知晓最终的花费时间。饲养员内心在盘算着，他也在纠结着，现实残酷不由得他任性，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悄然离去，没有任何告别仪式，更没有和他喜欢的伙伴们逐一打招呼。时间就这样悄然而去，留下的只有树上叶子的泛黄与飘落。时间过得快也好，慢也罢，只不过是时间执行公务的正常流程。他在用无声的举动去告诫人们，他的珍惜性无可比拟。就这样，动物园的动物们对于每天的生活还在继续当中，他们内心的所有感慨与不甘都在无声中慢慢消化，即便是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个无用功。云豹应该是在这些动物当中最依赖那个饲养员的家伙，他不知道为何在进入园区之后，经常会受到饲养员的特殊照顾，还会得到饲养员的夸赞。即便他感觉自己并没有做任何事，但是饲养员依旧会对他格外的关爱。或许云豹就是这样讨喜，他天生就有吸引人的优势，又或许他真的很乖巧听话，让人没有讨厌他的理由。云豹非常期盼可以看到那名饲养员，所以每天天不亮的时候，他便会偷偷跑到饲养员常出现的地方，静静地观察一阵。如果没有等到饲养员的话，他便自己去一旁玩耍。云豹不知道坚持了多长时间，总之他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准时准点出现在那个地方。或许这已经是一种习惯，又或者是云豹的确是很有毅力的家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云豹的付出看到了回报。在一天清晨的早上，云豹照常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云豹在原地停留了一下，等到他确定眼前就是那位饲养员之后，便开始一路小跑，径直跑到了饲养员的身边，然后用委屈的表情，脸上还夹杂着一些泪花，扑在饲养员的怀里。饲养员或许都没有想到云豹会在这里等待他。猛地看到云豹出现之后，饲养员先是一愣，然后就张开双臂，用最热情的方式欢迎云豹的出现。云豹真的很喜欢饲养员，他用身上紧紧地去贴近饲养员，似乎担心饲养员会随时走掉，或者再次丢弃他一样，恨不能将自己与饲养员粘贴在一起。看到云豹这样热情而激动的模样，饲养员内心又喜又暖，情感真的是会相互感染。如果你愿意对我付出，那么我也愿意向你示好。两者之间就算是没有任何关联，但彼此也会感受到爱的感触。动物不及人类，它们没有那么多的花言巧语，仅是会用自己笨拙而明显的举动去阐述自己的情感。有些人看到动物的某些特殊举动后，更是会被它们的真诚打动。猩猩刚出生不久的时候，它的身体便出现了严重的疾病。或许感觉到自己的孩子没有继续生还的可能性，所以猩猩妈妈最终选择放弃它。可能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猩猩妈妈内心也纠结了许久，可是最终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改变。猩猩失去了妈妈的疼爱，它成为了孤儿。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个草。即便在动物世界也是如此。猩猩没有了妈妈的关爱，它变得更加可怜。猩猩本身自己患有先天性肺炎，身体就非常的虚弱。
马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也对于自己的未来产生了绝望之心。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所以闭目养神，希望这个结果快点到来，避免他承受更多的苦难。或许连上苍都可怜这个小星星，他在生命垂危之际遇到了好心人，并愿意将他收养，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疼爱。人类真的很伟大，对于动物遇到的各种问题，在人类面前似乎显得比较简单一些。猩猩的病症得到了有效的治疗，人类母亲将它照顾得非常好。猩猩转危为安，他内心异常的高兴。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康健到底有多么的来之不易，更加清楚得到人类父母帮助的他应该怎样去感谢人类父母。很快猩猩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身上的顽疾更是被清理得非常彻底。后来人类父母因为个人原因需要将猩猩送到附近动物园。虽然在动物园里没有和人类母亲生活的那般惬意，但是周围环境还算可以。对比之前的生活，这已经让猩猩非常的感恩。时隔多年之后，人类父母再去探望猩猩，此刻的猩猩早已长大，他的模样和之前对比不知扩大了多少。可是收养他的夫妻看到猩猩的时候，还是一眼便把他认出。猩猩多年没有看到恩人，但他的记忆非常的好，甚至超越以往。再次看到他们的时候，猩猩异常兴奋，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好像想要把内心所有的想法统统告诉眼前的父母。此时的猩猩是调皮的，又是可爱的，他向人类父母撒娇的模样显得格外活泼。此刻他们相聚在一起，更像是一家人的暂时聚会，显得格外的温馨幸福。猩猩将自己的双掌慢慢地搭在父母肩膀上，他似乎想要去通过拥抱来感谢他的人类父母。可是他此时还有一些局促，或许担心人类父母不太喜欢他这种欢迎方式，所以双臂依旧搭在人类父母肩膀上，迟迟没有动弹。直到人类父母主动将双臂伸开之后，猩猩才快速去拥抱他们。猩猩这般可爱而紧张的模样，让夫妻二人也大笑不已。美好的时光既是短暂的，也是值得人珍惜的。猩猩对于这次能够看到他的人类父母，内心异常的开心。此刻的他更像是一个小孩子，忍不住向自己的大人撒娇。离别之际，猩猩不舍得挥动他那双粗壮的手臂，眼睛泪汪汪的模样，惹得人类父母内心更是难受不已。时间虽然在一点点流逝，但是猩猩对于人类父母的爱却没有停止过。人类父母对于猩猩更是满心的不舍与眷恋。必须记录这让人感动的瞬间，但他们无法预料他们将目睹什么，这令人震惊。米兰妮于2011年出生在里士满都会动物园，她的母亲十分慈爱，所以工作人员希望小米兰妮能继承她母亲特殊的母性本能。你知道，尽管米兰妮的母亲将她照顾得很好，但因为她的甜美和稀有个性，所有工作人员都希望能与米兰妮在一起并照顾她。你知道，雌性猎豹通常是孤立的动物，除非在哺育幼崽时，但米兰妮有点不同，她会和每个人一起玩，包括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在工作人员的爱抚下，她与照顾者建立了某种情感联系，总是高兴于看到他们。她还热衷展示自己出色的奔跑技能，即使她还很小，她比同龄的猎豹和一些比她年长的猎豹跑得更快。她真是一只有趣的猎豹，而且胃口极佳。动物园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由于米兰妮的甜美和可爱，工作人员迫不及待地希望她开始繁衍后代。我们真的希望她的孩子也能继承她的活泼和可爱本性。动物园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米兰妮给动物园带来了很多乐趣。大多数雌性猎豹在20到23个月大时开始性成熟，然而米兰妮的情况变化很快，她在18个月大时就开始性成熟，但工作人员决定等到她再大一点才开始繁育。研究表明，过早繁育猎豹会导致较低的繁育成功率。所以，当米兰妮最终满3岁时，是时候让她开始繁殖了。幸运的是，
米兰妮没有让工作人员费太多力。她并不像动物园里的其他雌性猎豹那样挑剔，我们担心我们会很难为她找到合适的配偶，因为她的母亲也是如此。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虽然米兰妮拒绝了首只介绍给她的雄性猎豹，但她对第二只表现出了兴趣，一只4岁的猎豹，名叫斯科特。斯科特是一只健康的猎豹，从未生病过，它非常活泼和冒险。事实上，我们真的希望他选择斯科特，而他也选择了他，他是他的完美伴侣。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他们的幼崽。一个动物园管理员说，很快这对情侣配对并繁育，工作人员开始关注米兰妮的怀孕迹象。要确定雌性猎豹是否怀孕，通常需要至少55天，因为它们经常表现出假怀孕，即使它们没有怀孕，它们也会表现出行为、生理和激素上的怀孕迹象。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所以他们决定进行怀孕测试，结果呈阳性。当米兰妮怀孕的消息传开时，动物园的每个人都感到兴奋，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的孩子。饲养员和兽医们确保全天候监视她，以确保她身体健康，防止任何潜在的流产。测试证实了米兰妮怀孕了，但有一点小小的不同之处，米兰妮看起来根本不像怀孕，她看起来很小，甚至没有明显的肚子。由于她的体型，工作人员认为她可能只怀有2只幼崽。猎豹的幼崽数量范围从1只到6只，但已记录到8只，但这是罕见的。考虑到米兰妮的体型，尽管怀孕，工作人员对她将生下多少幼崽进行打赌。其中一些人说她会生下3只幼崽，大多数人认为她应该会生下1到2只幼崽。他们不知道的是，米兰妮将有自己的计划。很快，他们都将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一般来说，雌性猎豹怀孕通常持续约95天，所以在怀孕的第80天左右，工作人员开始为幼崽的到来做必要的准备。他们为米兰妮准备了一个分娩的地方，并开始每天带她去那里，以便她适应那个地方。工作人员还在米兰妮的产房里设置了摄像头，以便能够记录她分娩的时刻。一名工作人员谈到这个时说，能够目睹猎豹生命的第一时刻是非常特殊的。网络上的观众看到猎豹家庭成长、玩耍和探索他们周围的样子。我们希望这种经历能带给他们喜悦，帮助他们更深地与这一易危物种建立联系。另一名工作人员说，目睹像动物诞生这样特别的事情是令人激动的。有时候它可以变得非常黑暗和孤独，所以我们希望摄像机能提供一些缓解和来自自然的启发。在米兰妮的预产期前几天，工作人员确保她吃得很好，以便在分娩期间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她。在野外，雌性猎豹通常在分娩前去狩猎，因此幸运的是，米兰妮不必经历所有这些压力。最终在2018年9月19日，米兰妮开始分娩。她毫不浪费时间，走进了工作人员为她准备的房间，躺在地上。她甚至直视着摄像头，就好像她知道摄像头是用来干什么的。一进去，她就开始寻找一个适合分娩的好地方。米兰妮的分娩时间比通常要长，工作人员开始担心她无法独自分娩。但米兰妮将证明她能胜任这项任务。在凌晨4点26分，米兰妮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幼崽。大多数工作人员认为她已经分娩完毕，他们错了。大约1个小时后，她生下了第2只幼崽。她开始清理她的幼崽，确保它们在呼吸，并且非常小心，不要坐在它们身上。这时，工作人员以为米兰妮已经分娩完毕。好吧，
惊喜还没有结束，在上午7点22分，米兰妮生下了第3只幼崽。哇！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第3只幼崽出来时，我们没有预料到，因为她怀孕不明显，这是一个如此美丽的景象。我们非常感动，无法抑制眼泪。工作人员说，米兰妮还没有分娩完毕，大约1个小时又30分钟后，米兰妮再次站起来，生出了第4只幼崽。看到这一幕，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但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让他们尖叫。上午11点34分，米兰妮再次站起来。当她这样做时，工作人员尖叫：她要生下第5只幼崽吗？他们都在屏住呼吸。几秒钟后，米兰妮生出了她的第5只幼崽。她完成清理所有的幼崽后躺下，以便他们能够吮吸。多么强大和关爱的母亲！看到米兰妮自信地照顾这一窝幼崽，一个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有回报的。幸运的是，米兰妮的所有幼崽都很健康，它们都吃得很好。几周后，它们开始睁开眼睛，食欲增加。工作人员还等待米兰妮与她的幼崽建立联系，然后进行健康检查，并确定它们的性别。但同时，他们通过视频监控密切关注这一窝幼崽，知道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它只会有1、2只幼崽，而它生下了5只可爱的幼崽，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是的，米兰妮分娩的时间很长，但她的小幼崽完全是值得的。一个工作人员说，这些幼崽留在了动物园，它们一直生活到今天。里士满都会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继续尽最大努力照顾动物们。我祝愿他们在所有的努力中取得成功。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在看到米兰妮安全地分娩所有她的幼崽后，你有什么感受？请随时在评论部分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有教育意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对此束手无策。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试图让猎豹接受它的幼崽，但毫无效果。每当小崽子路查在母亲周围时，他完全忽视它，总是在寻找其他事情来打发时间。工作人员尽力照顾这只缺乏母爱和关怀的小崽子，而母猎豹则整天躺在休息区，只要感到疲倦就会睡觉。饿了，它会平静地等待进食，似乎对没有小崽打扰它的进食时间或把它当作玩具这一事实感到满意。简而言之，它对做母亲完全不感兴趣。抚养猎豹幼崽有其独特的挑战。由于路查是保护区第1次抚养的幼崽，他们发现很难应对这些复杂性。随着路查的成长，如果没有人照顾他或教他生存技能，将来放归野外时，他的社交和生存能力将会更加困难。保护区没有其他成年猎豹能帮助路查成长，他们几乎打算把他送到设施更完善的另一个公园。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大多数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从路查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对他产生了感情。但如果他们想给路查最好的生存机会，就别无选择。作为照顾者，扎克和杰克等待保护区管理层做出决定时，他们脑海中出现了另一个可能性。他们曾参与路查的出生以及他母亲怀孕时的护理工作，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让小崽子离开。然而，他们想做的事情是公园前所未有的，并且会是他们所提出过的最大胆的事情之一。杰克和扎克把他们的建议提给管理层，所有听到的人都认为这简直是疯了。但这也是他们从未考虑过的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带来了一丝希望，让路查能够留在保护区，甚至在他长大后可能与他的母亲建立联系。
尽管现在他表现得很无情，但他们仍然非常爱这只猎豹，并希望他将来能和他的幼崽建立关系。扎克和杰克在一次野生动物行动中发现了母猎豹卡扎，它的腿上满是血，痛苦地抽搐着。它被偷猎者设置的陷阱困住了。从它的伤势来看，显然它曾试图摆脱困境，但只让脚踝受伤更重。扎克检查了陷阱和猎豹身上的伤口，他可以看出它已经痛苦了好几天。幸运的是，偷猎者还没有来检查陷阱，他们及时赶到，拯救了几乎要放弃希望的猎豹。杰克和扎克呼叫了支援，并用手头的急救用品为猎豹进行初步治疗，然后在援助到达时，小心地把猎豹装进了货车的后面。当他们到达保护区时，猎豹被立即带进了检查室，由早已知会他到来的兽医团队照顾。勤勉的兽医给他提供了抗生素和必要的护理。令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是，他的状况是可以治疗的，只要足够的关注和一些缝合，他的腿就会完全痊愈，他会完全康复。但在检查他的过程中，兽医发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尽管扎克和杰克在找到他时并不知道，这只猎豹其实已经怀孕，而且即将分娩。由于过去几天所经历的压力，兽医担心它的分娩会很困难。卡扎需要每天都进行监测，以确保一切顺利。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回到原来的栖息地，但必须确保母亲和幼崽都安然无恙。尽管工作人员无法直接与猎豹互动，但听到幼崽出生的消息，他们非常兴奋。这是保护区第一次照顾怀孕的猎豹，出生的幼崽将是动物园有史以来的第一只。这种罕见的经历让他们的日子充满了兴奋。但不仅仅是工作人员对幼崽的出生感到兴奋，保护区里还有2只名叫雷和雷娜的非洲狗。这2只狗在还是幼犬时被从街上救了出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保护区生活。它们是活泼的动物，总是围着看护员跑来跑去，尽力帮忙。但自从猎豹到来后，狗似乎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们跟着猎豹进入检查室，紧盯着它接受治疗。即使它被带到栖息地休息，它们也总是守在附近，好奇地看着它。兽医认为这是因为猎豹的怀孕，狗能够感知这些情况。每当扎克和杰克在公园里完成任务时，狗总是跟在他们身边。他们经常会看到雷纳或雷在猎豹围栏附近安静地小睡。猎豹无法与它们互动，因为它还在恢复中，而且怀孕很重。但它清楚地知道这些狗不打算离开它。看到狗如此关心卡扎，希望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这让人感到非常温暖。随着它的预产期越来越近，工作人员高兴地看到它的伤口在愈合，但也为它随时可能分娩感到紧张。他们不想错过任何时刻，并且需要随时准备好在它分娩时提供帮助。但工作人员不知道的是，有人已经为猎豹的分娩设好了警报。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工作人员被狗的吠叫声惊醒，他们开始惊慌，想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反应，便赶往狗所在的地方。检查狗是否安然无恙后，兽医和工作人员去查看猎豹，发现它已经开始分娩。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它独自分娩非常困难，已经来不及将它移到检查室了。所以兽医开始在现场创造一个方便工作的环境。经过近2个小时，猎豹最终生下了一只幼崽。卡扎在过程中失血过多，非常虚弱，所以工作人员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维持它的生命上。幼崽被清理干净，并带到一个单独的区域，以便他们在照顾母亲的同时也能照顾它。
一名兽医被指派与杰克和扎克一起照看幼崽。然而，尽管在出生时一切看起来正常，但仔细检查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幼崽比预期的小，已经显示出运动障碍的迹象，很明显在分娩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兽医立即叫来同事提供第二意见，两人低声交流，声音中充满担忧和不安。杰克出于好奇，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怀孕期间的压力对幼崽的发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出生时腿部畸形，并且有消化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大量的关注和照顾得到解决。然而，更大的挑战是，兽医担心，如果猎豹母亲看到幼崽，会完全不理会它。猎豹是那些如果觉得抚养幼崽太困难或会大幅改变生活方式，就会倾向于抛弃幼崽的动物之一。有些猎豹确实尽力做一个好母亲，但由于他们对卡扎的行为了解不多，所以很难判断它会属于哪一类。路查出生1周后，卡扎已经恢复得足够好，可以第一次见到他的儿子。工作人员小心地把小幼崽放在母亲身边。第一次见到母亲时，他显得有些焦虑，而卡扎对他也很好奇。他多次嗅了嗅幼崽，在仔细观察了他一番后，移开目光，开始小憩。他似乎注意到他出生时病弱，不会浪费时间或精力照顾一个在野外永远无法独自生存的幼崽。小家伙试图拉动母亲的尾巴以引起他的注意，但他只是移开了，并继续睡觉。在等待多日后，路查终于见到了母亲，却被孤独地抛在一边。工作人员别无选择，只能把他带走。他们必须面对帮助他生存的艰巨任务。但杰克和扎克的建议是保护区愿意尝试的。瑞娜和瑞从幼崽出生的每一刻都在场。扎克认为没有比这2只狗更适合照顾幼崽的了。这似乎是最奇怪的组合，但狗的社交技能可能会传染给幼崽，它们的存在会对幼崽产生镇定作用。经过进一步讨论，管理层决定试一试没有什么害处，找到合适的替代母亲希望渺茫。但狗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像没有其他动物一样对人类和其他动物倾注爱和关注。如果幼崽与狗不相容，它们总可以将其分开，最终将它送往另一个保护区，这有助于它的成长。狗被带来见路查和他的围栏。幼崽起初不愿与狗互动，但雷娜和雷不一样，因为他们在他出生时就在场，感觉与这只猎豹有亲缘关系，开始围着它跑。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查开始更加开放，接受了狗提供的陪伴。他很快意识到，人类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他的朋友。雷和瑞帮助路查适应环境，幼崽逐渐变得更为舒适。他的腿依然明显弯曲，发育不良，但幸运的是，活跃的狗的存在激励着幼崽尽最大努力移动，并让自然治愈他的腿。兽医在照顾受伤的野生动物方面也很有经验，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矫正手术。由于幼崽还年轻，他的腿还有很多机会完全康复。人类确保他的身体健康，2只狗则照顾他的心理健康。他们向他介绍游戏，教他如何无所畏惧地与人类相处。在幼崽成长的关键时期进行社会化非常重要，而雷和雷娜证明了他们完全有能力成为路查迫切需要的家庭。任何人参观保护区并看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都会感到惊讶，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随着路查的成长，他和狗变得形影不离，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从未乏味。
此时卡扎已经完全康复，并开始对生活在保护区感到不满。尽管他的孩子比刚被带来时要好得多，但他仍无意见他，并且非常愿意返回原来的栖息地。由于他从未见过他，陆查在母亲最终离开时并没有意识到或想念他，继续与雷和雷娜一起成长。到这时，很明显他的脆弱的腿和胃不适合野外生活。饲养员们承诺在动物园照顾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但为了在这些日子里幸福和满足，他有必要在自己的物种中结交朋友。所以当陆查1岁时，保护区将其努力集中在救援更多的猎豹上。尽管雷和雷娜在那里帮助，但陆查需要学习如何成为一只野生猫，并与其他野生猫在一起。他们成功救援了4只猎豹，陆查在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他继续成长为成年猎豹，陆查花更多时间与其他猎豹在一起，并逐渐被鼓励与长期的朋友保持一些距离。他的爪子变得越来越锋利，有时会伤到狗。狗们似乎从不介意或责怪陆查，但这是工作人员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忘记他的好朋友。每当扎克和杰克带着雷和雷娜来到猎豹围栏时，陆查总会出来和他们玩，直到他们准备离开。他们的关系虽然不寻常，但却表明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和照顾他们的人。没有这些狗，陆查可能没有生存的意志。但幸运的是，他们在每一步都支持他，并告诉他生活值得一过。今天，雷娜已经过了彩虹桥，从云端上方守护着陆查。他的遗产依然在雷身上延续。雷仍在动物园中作为害怕动物的伴侣。陆查每天都想念他，永远不会忘记在自己的母亲不爱他时，爱他的狗妈妈。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看完以上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下个视频见。